湘潭古村落顶峰村，藏于山水深处，湘军古道遗迹犹存，峡谷飞瀑轰鸣，古亭矗立迎远客，古老土房错落山间，自然与人文交织，每一处都透着岁月沉淀的古朴韵味。嗨，大家好，我是天福，祝大家福星高照。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一大片都是莲花。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湘潭市石鼓镇，来探访一个古村落——顶峰村。湘潭因盛产香莲，被称为莲城，又称潭城。从南朝到建县以来，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是湖湘文化重要的发祥地。顶峰村，它被称为湘潭县的西藏。在这里，不仅拥有湘潭县海拔最高的村落，更是拥有一种静谧的田园牧歌般的气息。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简溪，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我们在去顶峰村的路上，发现这里有一大片的荷花，几十上百亩。这边因盛产莲子而出名。我们要去探访顶峰村的湘军古驿道，那里也是曾国藩回家乡的必经之路。我们现在来到了顶峰村的山脚下，这里就是湘军古道的起点。那么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湘军古道重走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经走过的湘军古道，感受一下100多年前这个道路的险峻。现在在这个湘军古道的入口这个地方住了很多的村民。这个台阶是近代修的，旁边这个是上面的峡谷里面的溪流下来的，然后山下的村民用这种水管呢，把这里面的水引到家里，用于农田的灌溉，或者是养了一些鸭子啊、牲畜。好，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台阶往前面走，到了这里就是泥巴路了。这条路看起来没有什么杂草，应该近期经常有人到这边来，因为这个地方呢被誉为中国特色的那个古村落，所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到这边来溯溪游玩。旁边这里也是一条小沟，也是上面的水引下来的，到这里都可以听得到潺潺的流水声。这条道路还看起来是比较平坦。首先这个山路崎岖不平，这里就是用几块巨大的麻石搭的一个小桥。因为最近这边的雨水比较少，所以小溪流的水呢都是干涸了，基本没有多少水流。这条路呢也是曾国藩回乡的必经之路，越是往前面走，越是到了山腰上去，就是非常的陡峭。这个栈道就是从崖壁上开凿出来的古驿道，要是碰到下雨天呢，就会非常的湿滑。你看这里都还有家长带小朋友到这边来溯溪游玩。小朋友在这个水里面玩得不亦乐乎。
在这里玩搞烧烤。这里搞烧烤要小心，风一吹会点燃周围的杂草，可能会引发火灾。现在是夏季，到处是绿意葱葱。如果是冬季的话，非常的干燥，就容易引发森林火灾。他们在那个溪流旁边，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善后工作。火灾一般都是走的时候没处理好，才会引发的火灾。我们要是雨季过来的话，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瀑布，非常的壮观。走到这上面来，这里面的流水声音还是非常的响，水源还是比较充足。你看这个路崎岖不平，我在想100-200年前，曾国藩的湘军大队从这个地方通过，走起来是非常的艰难。越是到了上面，山路就越是崎岖不平，非常的陡峭。而且还要提防这个崖壁上的山石的滚落，容易砸伤人。你看，马上就是上陡坡的一个路段了，全部是用这种凹凸不平的石块堆积的台阶路。这里上去想要达到顶峰的话，估计1-2个小时不止，要走到上面去。为什么叫顶峰村？这个村庄肯定是在这个山顶上，山连绵。顶峰村它是湘南县的海拔最高的村落，这里绿树成荫，风景非常的秀丽。顶峰村为什么他们会把房子建造这么高的山上呢？我猜有可能是在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不想被外面的世界所打扰，不想因为战争所侵害，他们才会把房子建到海拔这么高的山上。这条盘山公路非常的险峻，山路18弯，好在旁边修建了这种水泥栏杆，降低了一些风险程度。这里的道路并不是很平整，烟雾缭绕。这里最高海拔有700多米，以前的人们都是靠走路上下山，所以非常的不方便。顶峰村现在已经被开发成旅游景点了，所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来这边旅游。我们开始在山脚下沿着这条古驿道一直往上爬。你看这条古驿道杂草丛生，最近可能很少有人走这条路了，非常难走，整个路都被草给封住了。我在想，在100-200年前，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经带兵打仗，这是他的回家乡的必经之路。那个时候他走这条道路是多么的艰难，以前这个旁边都还没有这种铁护栏，走起来肯定是更加的危险。整个栈道就开凿在这个崖壁上面，要是碰到下雨天的话，会更加的湿滑。那么我们现在一直往上面走，大概走了1-2个小时了，才爬上来，非常的累，天气非常炎热。前面应该快到山顶上了，我们一路上走这条小道呢，就能发现很多这样的奇花异草，野生的果子非常的多。这种道路都是由石头铺成的，崎岖不平。如果是下雨天的话，走上去会非常的湿滑。曾国藩晚年的时候，他走这种路只能靠人来抬轿子。那么对于抬轿的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坐的人更是心惊胆战。你看以前的人多么的艰难，你看这个是野生的
木子树，这是木子的果实。这种果实把它收起来晒干，再打成木子油。这种木子油的话是野生的，100-200块钱1斤呢，非常的珍贵难得。好，继续往这边走。马上就要登顶了，终于爬上来了，太累了，小心一点。要是没有这个登山杖，估计都很难爬这么高。这个海拔是有770多米的一个顶峰了。这边已经被开发成旅游景区，所以呢，这边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你们看周围的环境，山清水秀，一大片绿油油的，是不是非常的秀丽？这个顶峰非常的安静，远离城市的喧嚣。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台阶上来了，顶峰。这个牌子就是湘军古道，我们刚刚从下面爬上来的。这里是一个顶峰的一个规划图，旅游规划图。我们大致看一下，传统文化圈石鼓镇人民政府在那个位置，这里有很多的一个风景区。好了，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吧。这里有一个石碑，上面刻有顶峰第一家。我们走到这个顶峰上来，发现这是顶峰的第一家农户。好，现在这里有餐饮、住宿、停车、休闲的位置。这里副对联叫什么来着？山登绝顶我为峰，海到无边天作岸。后面有一个房子，上面有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的是中国传统村落顶峰村。好，现在这个顶峰村也成为网红打卡点了。旁边这户人家现在是修的一个农家乐，供这边的游客前来歇脚休息吃饭的地方。这里还有很多人养这里黑山羊。对，周边这里养了好多黑山羊，还有散养的鸡、鸭。这里也有一块石碑。好了，我们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有一块石碑，顶峰。这里有一个台阶上去，我们也上去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爬上来，再去登顶去看一下上面的风景，有什么样的风景。小心，这里有一根那个电线。旁边修筑了这种铁的栏杆，走起来会比较安全一些，扶着栏杆上去。这个台阶也是比较陡峭，大概有70度左右。这个顶上呢是修了一个椭圆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周边也是用这种铁栏杆围住，安全性还可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眺望远方，山下的美景尽收眼底，山峦叠翠，青山绿水。只不过最近10天半个月，估计这边都没下雨，所以我们主要来这边探访这边的古村落，还有这边有名的一些瀑布，可惜都没有看到，非常遗憾。现在这上面还是有些微风，对面山顶上的风力发电站现在没有运行，可能是因为现在没有什么风。好了，我们现在走下去，看一下这个顶峰村里面的古村落，看一下这古村落里面还保留了其他的什么古迹，我们去
探访，大家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进行云旅行。好，你好，请问一下曹家坳瀑布是往哪边走啊？啊，再从这条水泥路往下走是吧？好，谢谢啊。刚刚问了一下这家农家乐的店老板，他说下面有瀑布在下面，那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看一下。我们沿着这条水泥道往下走，发现这里有块指示牌，问天台。这个下面可能是有一个天台的一个观景台。等一下我们下去看一下。这前面这里是有修建的一个滚水坝，这个应该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水坝，始建于1986年，位于巍巍苍山上的涓水源头，海拔有500米，坝高建有13米，水深11米，库容量5万余立方米。这是同梁村民自己组建的。这个是关于滚水坝的一些介绍。好了，我们现在到那个坝上去看一下。这里专门为这个滚水坝修建了一条石台阶栈道，旁边有设置了这个铁柱、铁链围栏。游客走到这里来比较方便，安全系数提高了不少。这条石台阶栈道还是非常的陡峭、蜿蜒盘旋的。这个水坝里面的水看起来不是很多。刚刚我问当地的村民说，这个瀑布在这边，我看应该是瀑布是由这个山谷间建立的这个水坝里的水呀，人工修建这里蓄水，但是最近这边的雨水比较少，导致这里的水库里的水呢水位不多，所以这个瀑布呢也基本上干涸了。以前这个地方没修水坝的时候，这里面也是会有一些水，但是是自然形成的瀑布的景观。我们现在沿着这条台阶继续往前面走，我们在前面100米的样子看到有一个指示牌上显示有问天台。这个问天台我们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中央电视台在这边做过一个宣传片，有当地吹唢呐的一些群众在这上面吹唢呐做的一个宣传片。这条溪流完全干涸了，旁边就是悬崖峭壁，郁郁葱葱的树木。我们到那个问天台上去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台阶上去，这是一个观景台，问天台。你看这上面当地就地取材修建的一个这样的石桌，还有几个石凳子。站在这上面登高远眺，可以看到周边的环境。下面是有修建了一个亭子，往这条路过去，我们看到这里是应该也是人工开凿的一条岩壁小道。这条小道大概1.2米左右的宽度，这里是
又是非常陡峭的一个崖梯。我们下去看一下吗？这个坡度大概有80-90度了，有80度的坡度，走路非常要小心。下面还有游客在下面玩这个溪水，只是不像当时其他游客过来拍到的那个瀑布。这里修筑了这个铁链，还是安全性高一些，不然的话我这恐高根本就不敢走的。这边还有其他的家长趁着暑假之际带着小孩子过来玩。你看小孩子拿这个游泳圈到这边来，刚刚看他拿游泳圈在这个小溪里面玩水。我们现在走到亭子这里了。从外形上来看，这个亭子看上去是新修的，这是应该是为了方便游客歇脚。这个亭子设计的还非常别致，设了一个围栏。我们发现这里还有一条栈道下去，台阶栈道，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走下去。哇，这个台阶非常的陡峭，这个坡度大概有90度了，旁边就设置了这个铁链条。我建议恐高的人还是不走这条道路。我们刚刚好不容易从前面的湘军古驿道爬上来的，现在就不下去了。我们等一下到前面那个古村落去看一下。走这种道路还是要多加小心，要非常小心，一不小心塞下去了就非常麻烦。好，我们往回走。好了，我们走上来了。现在我们继续沿着这条水泥路往左边这边下去，去这个顶峰村里面的古村落去看一下。旁边这个石壁非常的陡峭，走在下面有落石的风险。我们走到这里发现有个岔路口，在我们的前方不远处有几栋老房子，我们走过去看看。这条路是泥巴路，这个崖壁上都是长满了野草啊，绿树成荫。这旁边这个下面的这个泥巴房，基本上是养一些羊啊、鸡啊。我前面有几栋泥巴房，看一下是否还有人居住。这个盘山公路一直延伸到前面。前面这栋房子是泥巴房，我估计至少都有50-60年了。门口停了辆电动车，这里是有人居住，只是现在是午休的时间，估计别人在休息，就不进去打扰人家了。我们看一下它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安静，绿树成荫。前面的那栋房子以前应该也是有人居住，只是现在完全坍塌了，残垣断壁了。里面还有一栋房子，我们从这里过去看一下。这狗是锁住的吧？不知道。好了，因为那里刚刚有一条狗在那里叫，不知道是拴住了没有，那我们就不过去了，可能有比较危险。走了，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吧。它的狗太凶猛了。前面这里有一块石碑，上走湘军古道，赏苍山巍峨，凭顶峰特产，请上巨峰楼。这个旁边基本上都是农家乐，你看整个都是顶峰度假村、顶峰人家。看这条路非常的陡峭，哇！天哪，这个开车没技术还真不敢上来，非常的急弯，整个这个上面就没有护栏了。沿着这个崖壁开凿的一个盘山公路，
我们发现这山顶上都还有人家居住，看周边的房子是新修的，这个前面也是新修的一个房屋。这全都是竹子，这一大片。这个弯道都是90度了，非常的小心。希望这里不会有其他的车过来，不然的话会车非常麻烦。刚刚看到很多其他的游客都是把车子停在刚刚那个坪里面徒步上来的。哦，现在已经有开始有点打小雨点了，山顶上面应该在下雨了。这上面越往上走越凉快。现在我们应该快要到山顶了，这上面的雨越下越大。这户人家都是一些老房子。请问一下，前面还能往前面走吗？去那个山顶上的风力发电机。哦，还要往前继续走是吧？是的，现在下雨了，可能路面都有点滑了。请问最近这里有很多游客过来玩吗？哦，也不蛮多，现在可能是夏季非常炎热了。好，谢谢阿姨。发现这个下面又有几家老房子，在这个位置又是一个山谷里面了。你看周边还种满了蔬菜瓜果，旁边还有很多的农田，这边还养了很多的鸡鸭，自给自足。你看农田都是长得非常的肥沃。你看周边山腰上面还有错落有致的住了几户人家，所以这里真的是远离城市的喧嚣，自给自足。以前古人在这边，我估计他们是世世代代住在这边，躲避战乱，在这边安宁的生活。我们去上面的风力发电站的路上，发现前面的路好像不允许通车，然后我们下车来到这旁边，发现这里还有人家居住，先上来问一下这边人，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呀，这里还住了几户人家，这种泥巴房看起来有蛮久的年限了。看一下，阿姨你好，请问那个风力发电站那上面还能开车上去吗？不能开车是吧？只能走上去。还有大概多远呢？2、3里路啊，蜿蜒盘旋上去。我想请问你们家这个房子做了有多少年呢？40多年啊。哦，这个房子40、50年，还是蛮牢固的。有做过修缮吗？有做过修缮吗？就40、50年来有做过修缮吗？比如说维护一下这个瓦呀。也要维修，不然的话会漏雨漏水。现在是这里开的农家乐吗？可以吃饭。我们这里不用做，看一下。现在是你一个人在这住吗？还是？儿子也在这边。现在就是经营这个饭店，土鸡、活鱼、黑山羊。再给我一盏。这里现在就住了2户人家呀。你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多久啊？我那里50年了。来这边50年了，这个房子就差不多是你嫁过来的时候。今年就。嫁过来之后几年就修的房子。现在儿子也在这边。这整个都是山蜿蜒盘旋的公路上来，非常的险峻。我们开车上来觉得都好危险的。你们当时做个房子住在这里方便不？不方便。
那个时候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吗？是所有的吧，啊，不用不用，好，谢谢啊。喝水吧。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带的水，谢谢啊。这个阿姨好热情。我们看一下，也是这种泥巴房，我可以参观一下吗？哎，可以。啊这个可以进去。啊，这里可以进去啊。这个，现在就你一个人在家吗？现在可以了。哦，往这边走看一下，就是住在这山顶上，非常凉快不？凉快。凉快啊，都不用开空调，不要空调，没有空调。也没有空调。这上面有网络吗？有。上网有。哦，国家电网也是排线也是排到这上面了，有网有电，有水，所以这里面生活还是比较方便。多方便了，这种老房子沿着山壁修的一个这样的房子，有40多年了，那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好。我看下面有种了田，就种了稻谷嘛。种的有些种的，有些没有种。那这种稻谷应该也是人工那个收割了，因为这个收割机的话，估计都很难上来。你看这个旁边这个是板栗树，这是你们家的吗？野生的板栗树，硕果累累。好，我们现在去那个风力发电站那上面去看一下。走路在这里上去了。走路走哪里啊？这里横上去。走这个上面啊？就这条路上去吗？哇，这上面，这里近一点呢。哦，还有几里路哦。3里路。哦，好的，好，谢谢阿姨啊。好，拜拜。我们现在走到这个位置，然后把车停在这个位置了，因为前面这里已经没有水泥路面了，而且这个地方非常的崎岖不平。我们刚刚沿着这条岔路走上来，然后现在到了一个 T 字路口，前面就是风力发电站的山顶了。我在想，这个风力发电站他们在修建的时候是有多艰难。一个风力发电站的这个叶子都有几十米长，它肯定应该是用那个大货车拖上来的。那么这样的山路崎岖的一个弯路，它要把这些叶子托运上来，是多么艰难呐！你看这条路估计也不平坦，也是蜿蜒盘旋的一个盘山公路上来。到这个位置就没有水泥路了，前面又是石子路，又是崎岖不平的一个水泥巴路。这要是下雨天呢，车子都容易打滑，所以这个工程量是非常大。走，我们继续徒步往前面走。今天不到达山顶誓不罢休。我们现在徒步走到这个顶峰村的半山腰来了，前面大概还要走10-20分钟就到了风力发电站的那个位置了。现在我们左手边的这里是一片农户，这里大概有8、9户人家居住。刚刚跟下面这栋房子的这个阿姨聊了一下，他们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个地方。以前在战争年代、战火连天的年代，他们的先辈们隐居在这个地方，躲避战乱，可谓是世外桃源。那个时候这里公路不发达，但是他们在这边能够自给自足，所以生活在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的安逸，免遭战争的祸害。哇，我们走到这个位置，这个眼前的景观非常的壮观，下面的房屋错落有致，星星点点的，远处的山峰还有房屋若隐若现，非常的壮观。我们现在又走到另外一个观景的好地方了，这个位置远远的望过去，像不像是一口碗？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像是碗底，然后眼前的所有的美景被
收到这个碗里来了。我右手边呢是一排风力发电站，近在咫尺。现在这里起风了，它也开始在运行了。我们接近这个风力发电站了。我右手边这里又是一处绝美的风景，远处山峰重峦叠嶂，上面烟雾缭绕，山上的半山腰的房屋笼罩在这个雾色里面，非常的壮观。现在这个山顶上的风越来越大，这个风力发电站也在运行了，发出嗡嗡嗡的响声。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风力发电站，非常的壮观。这个景象，感觉站在下面好有压迫感。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顶峰村的最高处，这里海拔有接近800多米。你们看，在远处的那座山，还有旁边的这一座，山顶都非常的凸起，你们觉得像什么？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底下的景色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视野非常的开阔。今天非常的炎热，但是我们走到山顶上来，风吹在身上还是非常的凉快。我们右手边的这边的景致也是非常的开阔。这里为什么被评为湘潭的小西藏？原来站在这上面所看到的风景完全是独特的、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小西藏的由来。现在这里就起雾了，你看云雾缭绕，眼前这里的风力发电站就淹没在这个雾里面了，直线距离大概50米的样子。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爬到风力发电站这个下方来了。它现在在运行了，发出巨大的响声。我们现在走到这边来，这边的视野也是非常的开阔，眼前云雾蒙蒙，若隐若现的房屋。今天我们花了接近6个小时的时间，走完了湘潭的顶峰村。我们重走了100多年以前曾国藩曾经走过的湘军古驿道。然后呢，我们又和当地的村民交谈，了解到了这里的人文气息。现在我们又花了接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登上了湘潭的苍山和我面前的风力发电站，来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让我见识到了风力发电站的雄伟。同时呢，在我身后的景色让人大开眼界，风景非常的秀丽，让人忍不住遐想。那么本期视频关于湘潭的顶峰村，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文化底蕴深厚的湘潭，处处是风景，我们的脚步不会停止，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出发。